嗨，大家好，我是小玄子。今天这一集，我们除了要来聊一聊派币近期 IOU 价格的波动，还有科普一下近期 Pi Network 节点系统升级的背后支持。更重要的是，我会和你们分享为什么 Pi Network 能在众多手机挖矿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目前我唯一坚持参与的加密项目。最近派币的 IOU 价格从$50回落到$40，这样的变化引发了不少派友的讨论。这意味着什么？其实，就算是$40这个价格，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每一位参与 Pi Network 生态系统和节点运行的先锋们，透过持续努力，一点一滴打造出来的结果。每次稳定运行节点、点击挖矿、参与验证，都是在支撑 Pi Network 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市场有波动，派币的 IOU 价值依然能稳定在这个区间。在今天的节目里，小玄子会一步步拆解这些市场现象背后的逻辑，让你清楚了解价格波动的真正原因。而且，我还会告诉你们一个关键讯息：节点的运行才是你参与 Pi Network 最稳妥的策略。这可不是简单的点击挖矿那么容易，背后隐藏了生态系统成功的秘密。如果你也在观望，犹豫该不该持有派币，那这一集你绝对不能错过。首先，我们要理解 IOU 是什么。IOU 价格代表的是我欠你的合约价格，可以把它想成是期货的一种，也就是投资者对未来派币主网价格的预测。最近的价格回落，意味着投资者的预期有所修正。这有几个可能原因：一，如果有看过73集的朋友，里面我有提到一句话，就是先买消息，再买事实，这是市场操作的常见套路。反之，若市场反应不如预期，就会变成买消息卖事实的情况。而买消息卖事实是一个经典的市场操作手法。当 Pi Network 宣布一些重要进展时，譬如说节点升级或 Testnet 测试成功，投资者会涌入市场推高 IOU 价格。但随着时间推移，一些人开始获利了结，导致价格回落。这种现象在加密货币和股市中都很常见。预言主网上线后的价格波动 ，IOU 价格的变动也提醒我们，主网上线初期的价格波动可能会非常剧烈。当持币者和矿工在主网开放后选择抛售，市场可能会面临短期内的供需失衡，价格自然会出现大幅回调。因此，这次 IOU 价格的回落，可能是市场提前为主网上线做出的反应。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便 IOU 价格回落，也停在$40以上的标准。按照股市的逻辑，当价格大幅回落时，通常会引发市场恐慌情绪，导致散户跟风卖出，进一步加剧价格下跌。然而，派币的 IOU 市场并没有出现这种恐慌性抛售的迹象，这说明投资者对派币的信心仍然相对稳固。那为什么没有出现恐慌性抛售呢？这或许与 Pi Network 的长期策略有关。虽然派币还未上主网，但根据 Pi Network 的官方数据，已经60%的先锋计划在主网上线后将派币锁仓。这项锁仓计划有效减少了未来市场上的流通供应，并提升了人们对币价稳定的预期。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便 IOU 价格回落至$40，市场情绪依然保持平稳。投资者预期未来的派币供应将受控，价格回调不会轻易失控。由于流通供应的限制让派币具备稀缺性，这能够在市场上建立一层天然的价格防线。因为锁仓策略，也间接鼓励先锋们采取长期持有心态，避免因短期波动而出现抛售潮。所以项目方算是很完美的控制了派的稀缺性。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重要的节点。节点的意义，像守护一座城堡般维护网络安全。不论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如果有外敌入侵，你必然会站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对吧？同样地，节点在区块链网络中扮演的角色，就像一座城堡的关卡与防御据点。每个节点都是这座城的守护者。想象一下，如果整座城市只设立了一道关卡，一旦敌人突破，整个城市将无力抵抗。同理，如果一个区块链网络的节点数量太少，攻击者只需要控制少数节点，便能瘫痪整个系统，甚至窃取资产。反之，当城堡拥有众多关卡和驻守士兵时，即使某个据点被攻破，其他守卫依然能抵挡入侵。Pi Network 的节点也是这个道理，节点越多，网络越不易受到控制。这正是区块链的精神所在，每个节点就像一位士兵，你的节点不仅保护自己，也在保护整个网络免受攻击。这种分散的参与，能确保网络不会受限于某一单位的控制。当然 ，Pi Network 不会让这些热心参与的先锋们白白付出，就像战场上的士兵会得到补给和奖励，节点运营者透过交易验证和维护网络稳定，来获得派币的回报。这不仅是对他们贡献的肯定，更是激励更多人参与网络建设的重要方式。这也是我对 Pi Network 情有独钟的主要原因之一。小玄子其实在手机上测试过2到3个手机挖矿项目，也一直在观察他们的发展。但到了现在，能够持续维护生态并稳步发展的，却只剩下 Pi Network 这个项目。
很多手机挖矿软体一开始都喊得很响亮，社群里也是人声鼎沸，但经过一段时间后，不是团队运营不力，就是无法真正建立应用场景，导致最后变成了一场空。然而 Pi Network 不一样，它持续优化节点系统，稳步推动主网的开放，并且还吸引了大量先锋的参与。这种稳定性和长期发展的信心，正是 Pi Network 的核心魅力所在。Pi Network 不只是空谈愿景，它通过节点的运行和用户锁仓机制，在一步步构建去中心化的生态系统。这也是它能在众多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原因，能从一个手机挖矿软体走到今天，并持续吸引大量用户参与生态建设。Pi Network 真的很不简单。之前有提到过，当 Pi Network 正式上主网时，我们可以预期市场上会有不少持币者选择获利了结，短期的卖压会让市场价格波动剧烈，这是币圈的常态。但真正的赢家是那些愿意耐心等待、参与生态建设的人。你可以选择高抛低收，在价格高点出售部分拍币，在趁价格回调时低价买回。但很多挖拍币的人不知道 Pi Network 不同于其他的虚拟货币的原因，其实他们的愿景是在于构建一个能与现实世界结合的去中心化生态系统。你手中的拍币未来可能用于购物、旅行、教育，甚至是支付生活账单，这和一般的加密货币炒作完全不同。Pi Network 正在寻找更多的商家和合作伙伴加入这个生态系统。一旦主网全面开放，拍币的价值将来自于现实应用的普及，而不是仅仅依靠交易所的价格波动。所以你不妨问问自己，你手中的拍币是用来等待升值的，还是用来成为未来数位经济的一部分？毕竟比特币一开始也被许多人看不起，但那些相信它未来价值的人，如今已经站在财富的巅峰。也许 Pi Network 会是下一个故事的开端，但是派选择了一条非常难走的道路，而且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完成的项目。透过这次 IOU 价格的回落，我们看到了市场的理性修正，也明白了 Pi Network 的长期策略。这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而是一个需要你参与和建设的生态系统。未来的财富机遇属于那些愿意长期参与、耐心等待的人。所以，稳定运行节点，完成 KYC 认证，参与社群活动，这些才是你在 Pi Network 中脱颖而出的关键策略。让我们一起为 Pi Network 的未来努力，把手中的拍币变成我们进入数位时代的黄金门票。拍币在手，未来我有。本片再感谢跟提醒派友们，使用我邀请码参与挖矿的朋友们，记得在11月底前申请 KYC 认证，名字要用真名或护照名才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让更多人了解 Pi Network 的价值。我是小泉子，朋友们，我们下集见。